不是一上来就抠五官，你学了什么样的技法你就无敌了，你就能画出全天下最美的五官了。归根结底啊，所有的技法都要服从于造型，都要从造型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不是说你不懂造型，你学了一个技法你就无敌，绝对不会的啊，100%不会的。你必须有扎实的造型作为底层，作为基础，你的技法才能够施展出来，技法才能应用出来。这就是道法术器，器是工具，术是技法，道就是最底层的造型逻辑。你必须得先有了这个道，你才能说你发展出什么样的术。看这个头部是怎么概括来的啊？上面我们刚才你可以对照着刚才我们讲的内容，上面的是颞线、顶面和侧面的分界，然后这个眼眶的外缘，横着的这个是颧弓，颧弓在侧面微微的鼓出来，你从正面看能看出来颧弓那里是鼓出来的，或者你可以看看你旁边的同学是不是颧弓是鼓的，应该没有人颧弓是凹进去的。你也可以摸一下你自己的颧弓啊，它是不是鼓起来的？如果你是一个正常发育的人，应该是鼓的。再往下，我们看在颧骨这里，颧骨是一个大块啊，不是一个尖儿，不是一个点。从颧骨到下颌角做一条线，就是侧面和半侧面的分界，然后这条线往前就是正面和半侧面的分界，是这么来的。头部骨骼造型为主，你再胖。你头顶上半颅基本上都是头骨的造型，你可以伸手摸一下你的头，是不是没用多大的力气就能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头骨。你可能摸你的腮帮子、下巴子，可能肉比较多一点，但是你再使点劲摁一摁也能摸到骨头。就是头部受这个肌肉和脂肪的影响较小，所以说我们头部概括出来的这个造型基本上就是从头骨概括这个造型基本上就是头部的造型了。然后你看，把它画成一个体块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比我们刚才画的这个要多了一点这个眼眶的外缘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是各个角度的体块概括，这个大家如果掌握了，你就能够画各种各样角度的头部了。我们画这个头部呢，不是从五官，不是从结果入手，而是先去把它最底层的这个基础的体块给它搭起来，把它搭面分清楚。然后再定五官的位置，然后再定五官造型，最后才是比较吸引人的那一步，画效果。这是分面，顶面、侧面、正面、半侧面，就这几个基础的面。抬头还能看到底面。这个是各个角度的头部体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画得好，你的头一定是最出彩的。因为什么呢？我搞这个教学这么多年啊，也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教学方法啊，学生啊都见过。那么有的从一开始我就从这个技法入手，去勾一个眼睛啊，勾的特别的卖力啊，画的特别的单看特别的棒，但是拼在一起啊，拼在一起就会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懂得造型，你会去先找它的造型，先看这个你画这个人头什么角度啊，你这个正面大致的朝向。眉弓的位置、眼睛的位置、鼻子的位置，你把这个搭起来之后，然后你的五官的造型，你这个五官会非常待得住在这个头里面，你这个头会非常的精彩。大家一看别人画的都是歪七扭八的，都是平面的，你画的是立体的，是有造型的，是有空间的，而且是有角度微妙的变化的，那你的一定是最出彩的。在速写里面，头和手一定要画好。我们今天先讲头啊，先把头这个最基础的造型解决。这个解决了，对你画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最有帮助的。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画。你在画第一个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先做好辅助线，在这个中线的左右两侧同时去找？也不是说让你一定要把这个体块画的跟照片里面一模一样，没有必要去抄，带有理解性的图片只是一个参考。让左右同时去找，这边的颧骨在哪？这边颧骨在哪？这边的正半侧分界，正面半侧的分界在哪？用这种握笔的方式，轻轻的去把这个人勾出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是方体的话，它是不是有这个几个边？它是不是有这几个方向的边？这是侧面、正面。如果说你直接画有困难，那你就先画一个方体。
你先画的偏方一点，我们再给上弧度就可以了。但你一上来就画弧线，大概率这个弧线不对。然后再画一个更侧的，更侧的话，那正面就少一点呗。这个正面这么宽，这个正面这么宽，这个就也是它的剪影形啊。我们一开始也是定剪影形，然后再确立基本的体，然后正面的中线，耳朵的位置，耳朵不画也可以。然后在这种转折的地方交代清楚，一定要在转折的地方交代清楚，你才能画出体。你没有转折，你就这个弧线过来，它就没有体积，它是平的。咱们说这个重要，不是说说而已，不是随便练一下走个过场啊。那你要最后画头的时候你怎么画呀？最快最好的方式，你就是这么去画，不是一上来就抠五官。你学了什么样的技法，你就无敌了，你就能画出全天下最美的五官了。归根结底啊，所有的技法都要服从于造型，都要从造型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不是说你不懂造型，你学了一个技法你就无敌，绝对不会的啊，100%不会的。你必须有扎实的造型作为底层，作为基础，你的技法才能够施展出来，技法才能应用出来。你就像一个造型好的和一个造型差的使用同样的技法，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道法术器，器是工具，术是技法，道就是最底层的造型逻辑。你必须得先有了这个道，你才能说你发展出什么样的术，运用什么样的器。器是器具的器，工具的意思。你看概括出来一个头部的基本形状是这样，这是一个偏侧面的，那正面在这里呢看到的更少了。但是呢，因为人头不是纯方的，人的正面也不是纯平的，所以说从侧面也能看到一点点这个正面的正面脸。你看用侧锋去画，很舒服的，侧锋的线条是变化最多的。因为笔尖啊，你一个很宽的宽度与纸面接触，那么你稍微抬一下笔，它的接触面就变小了，它画出来线就细了。那么你顺着笔锋的方向去拉，向后拉，就能画出来又细又实的线了。但是我看有很多同学喜欢这样掐着笔尖啊，恨不得看不着笔了，看不着笔尖了，就非得就这样去抠。你画出来那个线为什么丑啊？你从拿笔的方式上就丑，它就不合适。你要用侧锋线，握笔靠后，轻松的捏住，不是我们画剪影的时候的要求，是你从始至终都是这个要求。你一定能够画出又放松又舒服又漂亮的线条。你看这多轻松啊！那我这么拿笔能画出来，你这么拿笔也能画出来啊。但是你要是让我这样拿笔啊，我可画不出这样的线。那么你们想想，为什么画不出像老师这样的线？是不是你在拿笔上就有问题？那你自己能不能改掉这个拿笔的这个习惯？捏笔靠后一点，你看捏松一点，你能晃动开，但是笔就不会掉。你看我画这个弧线啊，我这个手指稍微一动，笔尖就过来了。如果你感觉不太合适，你再调整一下也好调，反正都是很轻的。向上抬，正面的这个眼睛的连线也抬上去。如果是一个方体的话，对角线的交点做一条垂线，做一条水平线，这个就是中线的变化。从正面看，你看对角线的交点就在这个矩形的正中央，水平的线和垂直的线在这个位置。那么仰视，你看这个面变成仰视，上面就变小了，下面就变大了。上面变小，下面变大的时候呢，这条线不在这条线的中间，也不在整个这个宽度的中间，可以利用这个对角线来判断一下，它在中间偏上的位置了，就是。如果是一个俯视的，它的中点这个交点在这儿，这个时候上面这一段要比下面这一段长。你看这个正面的线和侧面的线，它是有转折的。然后并且把各个边相接触的地方
交汇的地方给它交严实了，它才能构成一个体积。这是一个仰头的体块，这不就出来了吗？其实很简单的，我们一定要带着体的意识去画。你先把它当成一个方体去看，把体块里面的各个朝向，把它轮廓上的这些边，找到它的所属的方向。你看下巴下面的这一段，它属于横向的，两个眼睛的连线也属于横向的，那么这个就属于竖向的，这边呢属于纵向的，这边属于后面的竖向的，这里又属于横向的。只要你的线条有了方向，你就能够画成这种体积，而不是对着它抄一个轮廓啊，画一个弧线，不是要你画的跟这个图里面的这个一模一样，你要带有理解，带有体的意识，去把它画成方块。虽然说不是这种方，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偏方的。这里有拐点有转折，这里有转折，对应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这里是这里，能明白吗？把握笔的姿势改一改。如果你刚这样拿笔，你感觉控制不来，没关系，你用习惯了，你就知道这种握笔方式的好处。但是你不能觉得，哎，你这样拿笔好像画不好线，你还是回归到你这种习惯。我跟你说这种好用，它不是说我自己觉得好用，这是经验得来的，不是我非得这么拿笔，而这么拿笔确实能画出更舒服的线条，也更容易去找这个线的变化转折。你这样的话，你画出来的线就很死，而且缺少变化，因为你笔尖和纸接触的角度和面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以说线条就没变化。那你这样握笔就不一样了，我笔尖和纸接触的面积和角度我随时都可以变，所以说线条变化多是这么回事。先从源头上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你握笔姿势上，然后就是你随着你多画，逐渐的熟练，逐渐的更会运用这个炭笔。运用它不是说你长个手，你能把它拿起来，能画出线条，就是会用了啊！你不是1岁小孩儿，你能握起个笔画一根线，你家长都会夸你好棒。你现在是要学会运用，不是使用。运用要带有一些主观的意图，带有意识，带有想法，画出你所思所感所想，你想要的。然后画的时候注意头部这个体块的各个方向的边的从属于哪个方向的线，其实就是方体。你懂了方体的这个透视，你画什么都不成问题，真的。你画空间透视都可以拿方体来推。好，咱们继续，一定要注意刚才讲的这个要求。